法师，我到底应该修什么法门？哪个适合你，或者哪个法门你觉得与你有缘，你就修哪个。法师，那您推荐一个法门可以吗？你皈依了吗？已经皈依了。那就先修皈依吧。皈依也是一个法门吗？上述对话的内容和场景是果道法师的自身经历，估计大多数法师和信众和果道法师一样，在各种场合下都曾经历过如此一般的问答。信众经常请教发问，回答后了解到情况无非以下几种：皈依后不知道修什么，选择了法门，不知道怎么修，修学某法门一段时间没有感应，觉得不适合自己，想另换主题的，还有就是贪多嚼不烂，什么都想试试，但是却没有一个坚持下来的。总之情况种种，果道法师通常都会极力推荐一个法门，那就是皈依。皈依是佛教修行的重中之重，其贯穿从凡夫修行开始直至成佛的整个过程。三大语系的佛教都非常重视皈依，其是佛教学修的根本。皈依是修学佛法的入门基础，也是一个佛教徒完成宗教身份的必经手续和过程。它是发心学佛者从门外汉变成圈内人的重要时刻和标志。但是为什么要皈依？怎样皈依？皈依之后怎样做？却没有人去理会和认真思考。通常情况下，到寺院的课堂，带着有效证件和照片，缴纳一定金额的功德金或者免费，然后在大殿佛像前长跪，举行皈依仪式，听着似懂非懂古汉语版本的皈依仪轨，同时随着传授皈依法师一起念诵。仪式结束后，领个皈依证，这场宗教身份的完成盛典就结束。离开寺院后或者以后的学修行持怎样就不可而知。如今见怪不怪的二宝居士，各地方民间信仰在佛教中滥竽充数等极乱现象，究其众多原因中，没有将皈依这一法门认真实践，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所以皈依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仪式，而是一场心灵的净化和回归本位之旅。为什么要皈依？果道法师经常问求受皈依的信众，答案也是五花八门。有的说办个皈依证可以免寺院和景区门票，还有人说可以得到了某位名僧的皈依证，成为其座下弟子，仿佛名僧的光环又会转移其自身之上，同时也带来了在众人面前炫耀的资本。或者是我是在某某寺院举行的1000人万人皈依大法会时皈依的，某某说皈依有种种功德，皈依以后有护法神护持，由于这些原因而皈依的屡见不鲜。而在佛陀的教法中，因为看破世间以及自身种种的不圆满，种种的缺陷和遗憾，种种的逼迫和无奈，为了脱如上之苦果，必须消除其产生的原因烦恼和业，而唯有证的无上佛果，才能究竟解脱而无余。那么修学圣道就是成佛唯一的方法，而皈依就是入道的出门，所以皈依的目的就是一个，那就是成佛。而成佛必须从皈依开始，这才是皈依的真正原因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讲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仪式，这个仪式可繁可简，如此说法并没有错。但是仪式是外在的，外在的仪式固然必不可少，因为通过仪式和如法的仪轨，可以达到升起和纳受皈依戒体的目的。而通过外在的仪式，要升起对所皈依的对象佛法僧三宝，乐知其功德和升起信心，才是皈依赋予外在仪式所具有的内涵。对于三宝功德的乐知和信心的升起，才是修学皈依的具体内容和目的所在。这也就是怎样皈依的重中之重。对于散于三藏教典中的关于三宝的功德之文，可能现代的人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阅读，果道法师推荐几本书，可以作为修学皈依理论的学习资料。在能够清楚以上两个问题的基础上，才能来谈论具体落实皈依之后的学修。其中有2大必要准则贯穿始终。第一，皈依佛不皈依天魔外道，皈依法不皈依外道典籍，皈依僧不皈依外道邪众。这是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，也是通过如此方法来护持自己的皈依体，作为自己学修佛法作为保障。第二，四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这4个大愿在皈依的仪式中，每一位求受皈依者都曾发过，即使没有真正的升起，
但是也念过，也许现在的个人能力做不到，但这就是实践菩萨道的方法，也是目标。在这其中，无论禅宗、净土、天台、密法等等，选择其中一门，了解其宗的理论，杜绝盲目崇拜和盲修瞎练，然后去坚持修学，就是皈依之后应该做的事情了。成佛这2个字说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去具体落实和实践，就是要经历漫长的修学过程。无论是谁，需要的都是脚踏实地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以皈依为根本而贯穿始终，则依法去实践而坚持不懈，才是永久的万能公式。